天之巅，傲世间，有我傲天便有天。此子竟有混沌体，不能留，3年之内必须诛杀此僚。安灭龙王！什么离谱剧情？龙王是吧？混沌体是吧？3年是吧？本尊苟了1000年，连架都没打过，你让我出门跟人拼命，开什么修仙玩笑？这是地震了。我他喵在山洞里看了1000年短剧，刚想出去溜达溜达，结果你给我看这个！我操！刚才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应该是场梦吧？太离奇了！本尊这么怕死，都不带出洞府的，哪能这么轻易逝世？这钟声怎么听着有点耳熟？最近精神状态也不怎么好，腰酸腿软的，可能是修炼出了岔子吧。火焰丰盛！溜了，回去嗑药才是修炼正途。这不是梦。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能这么大？这一爪子下来全没了！我真的复活了！原来第一次不是梦。收拾东西跑路！这玩意儿是人能打的？天云宗招惹了哪位恐怖的存在，惹得如此大祸？本狗王还没狗到正道大地呢，怎么能折在这种地方？还有，我能重生是怎么回事？是无限复活还是时间线重置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开溜！宗主待我不薄，这么溜了，岂不是忘恩负义之辈？况且门下弟子几千人，都是活生生的修士，团灭过于残忍。还有些许时间，待我告诉他们实情，不信我则罢，若信我，一起跑路也能相互照应。哈哈，我道是哪位同道，原来是李师弟，你修为提升的可够快啊！师兄，灭顶之灾，遮天兽爪，两炷香，宗门成渣，快跑！师兄，抓紧时间，快带上你的19个姨太太跑路啊！不可胡言乱语！来，细说。两炷香后，不，关于那19个姨太太。师弟，我那儿有一株千年冰莲，可是我私藏许久之物，能够提神醒脑、活血化瘀，算我私人赞助给你。另外晚上睡觉记得盖被子，别着凉。完了，被当疯子了。果然，这种破天荒的事情没有一定证据是说服不了别人。还有，晚点到我洞府来，说说你这元婴期修为的事。逃跑已然来不及，我常年闭关，不认识这巨爪情有可原。宗主师兄见识广博，说不定认识这巨爪。师兄，你千万要信我，那巨爪的滔天气不于群凤盘，你我是抵挡不了的。逃离的时间已然不足，你且仔细看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记住啊，死之前一定要大声喊出来。一炷香，好，本尊倒要看看你是得了什么失心疯。好了，李师弟，
莫要胡闹了。难道是他娘的梦中梦，还是有大能修士袭击了自己的元婴？宗主，有种再给我2炷香的时间！跑！这次不能再犹豫了，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他人性命与我何干？这是何人？潜入我宗到底有何目的？看这气息，好似李训李世子，他不是对外宣称停留在筑基期吗？吴老头，你这个徒弟喜欢扮猪吃卤货。果然，这几个老家伙还活着，比本尊还狗。时间线延后的规律是每次1个时辰，难道一直这样死下去，会回到娘胎里去？用一堆不切实际的话去劝宗主，可自己身上也不相信啊。先不管宗门了，各自有命，先溜大吉，3个时辰绝对够。三品聚灵丹最后3瓶。巨爪手再长，也伸不到这里来吧？前辈来2个灵果吧。修道，修道，当了仙，忘了本了。生死危机还未解除，哪有这么多感慨？武士一道，静观其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总能看清那玩意是个什么东西了吧？我操！巨爪的笼罩范围超乎想象，跑了这么远，还是逃不掉吗？看来敌人的目标不是天云宗，而是整个5国。到底是何方势力如此心狠手辣，妄图毁灭整个5国的修道者和数万计凡人？有伤天和，有伤天和呀！不过总归复活的时间线还在向后延伸，这也算是唯一的好消息了。一定要逃，万一回溯到头，直接回到地球，那可就丢人了。5国北方千里冰原，南临无边海域，东方72郡都过于广阔，唯有荒古森林是最快逃离的方向。虽说是修道者禁居，但小心谨慎应无大碍。时间紧迫，即刻出发。荒古森林大妖纵横，连巴掌大的蜘蛛都有修为在身，真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啊！还好，还好，不是那爪子弄死的也能复活。我靠，怎么又死了？这次只比上次多走了几公里而已啊！荒古森林果然危险，我堂堂元婴期大修士都能折损5、6次，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。我靠，这双腿看着跟脱骨鸡腿一样了。5、6次死亡趟出来的路现在也断了，这可咋整？要么试试其他路线，可除了为了荒古森林，其他的方向都太过于遥远。我擦嘞！之前苟得太过安稳，没学习过荒古森林的相关资料啊，这一波3折的。哦，这位道友身负重伤，可否需要帮助？多谢各位道友好意，家师即刻就到，不烦各位道友费心了。方圆百里再无人印，哪来你的师傅？本想以好人的身份和你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疏远。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们是来嘎你腰子的。糟了，我现在灵力10不存1，难不成又要没了？小白脸都诡计多端，万一这小子藏了什么阴招，可就不好了。说好的反派死于话多呢？我操！我堂堂元婴初期大修士，被3个金丹越劫斩杀了。元婴修士这么穷，裤衩都当了吧？元婴修士这么穷，裤衩都当了吧？让你狗，让你狗！1000年了，除了境界一无所有。方才要是有几件保命法宝，也不至于被秒杀。几个丑八怪趁我虚弱杀人夺宝，这能忍？这口恶气不出，下次复活都怕会走火入魔。本尊身为元婴期大修士，精心准备一番，还怕弄不死你们？
宗主师兄，师弟苦啊！李师弟，你这是何故？师兄，师弟是悲哀着大仇不得报啊！师弟自幼本是家庭美满，其乐融融。可是隔壁村的王逼子看上了我家一次18个崽的老母猪，强抢而去，家里长辈出手阻止，却被打成重伤。我本欲修道之后报仇雪恨，谁知我修道，他也修道；我修道筑基，他也筑基；我到结丹，他也结丹。现如今我隐瞒一切消息，早他一步踏入元婴，这千年大仇即将雪彻。可师弟千年来不取所需，身无他物，若无一件趁生法宝被他逃脱了去，师弟可要遗憾终生啊！师弟，身为本宗门元婴修士，是可以领取一件上品法宝的。宗主师兄，那现在就可以领取吗？可以。师弟请随我来。师兄，有没有杀伤力巨大的法宝？最好一下就能把人送走的那种。师弟啊，上品法宝功能万千，有多重变化，自然有杀伤力巨大的，可一击必杀，那却鲜有。毕竟法宝需要修士利用灵气蕴养，蕴养长达1000年也不少见，一击必杀耗损过多，法宝自然也用不长久。不过，倒是有件中品法宝有此作用。此物名为掌中瓮，可操控灵力将此物变大，扣住敌人，而后以接近自爆的方式误毁人亡，威力巨大。可惜是个一次性法宝而已。到时候埋伏起来先揍，揍不过了将此物扔出去。多谢师兄。难道真有一个王鼻子？要不吻随了解了解？9成实力是保留的底线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不能引起蝴蝶效应。这3个孙子鬼精鬼精的，若是和上次有太多不同，说不定就不出现了，继续在别的地方阴自己。时间都过了，那3个孙子怎么还不来？哪里出了问题？难不成蝴蝶翅膀扇歪了？不对，那3个孙子肯定就在附近，一定要稳住。现在就是拼耐心的时候，自己高他们一个大境界，不快死了。他们根本不现身。哦，这位道友身负重伤，可否需要帮助？道友救我！在下身负重伤，救我之后必有厚报。不好，自己太过谨慎。荒古森林人人都在相互提防，怎么会有人卸下防备？又吃了没有经验的亏。算了，不装了，摊牌了。就你丫小瞧我，以我元婴期修为，碾压区区结丹还不手到擒来？赢！我靠，这元婴期的攻击怎么这么弱？元婴期打金丹期，不是一挥手死一片吗？怎么回事？难道说这3个丑八怪是哪个门派的天骄出来历练的？我蛇术！你管这叫元婴期强者？哼，和我打，不是看你们想要什么，而是看我会什么。我操！可恶，3个丑八怪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完了，这次又要重开了。爆！极限1换1，老子不亏！啊！被反杀了！奇耻大辱啊！第1次也就罢了，第2次做了充足的准备，还是被反杀，被3个丑八怪弄死2次，忍不了啊！
1000年没沾过血。不气不气，老子能重生，一次一次熬，不信弄不嘎你们几个！师尊，徒儿苦啊！苦啊！逆徒，在此大呼小尿，成何体统？我等隐匿于此，关乎多少利益，你懂吗？是何人告知你老夫隐匿后山的？哼，我看肯定是顺风。这小子虽不争气，却是一股热心肠。师尊，徒儿知错了。李训啊，李训，1000年了，你才修炼到元婴前期，装什么装？还天天隐藏修为。看看你王师哥，宗门之事坚守，依旧元婴后期大圆满，距离化神一步之遥。你呀你，师尊您却是瞒得我好苦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您仙逝那一年，徒儿哭得肝肠寸断，眼泪流了3缸，却没成想，您活得好好的，却是苦了我这个做徒弟的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师尊，徒儿苦啊！别装了，有事说事。师尊，徒儿来讨几件法宝，最好那种威力巨大的那种。招惹仇敌了？可我听说你还是以前那样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。我让人给欺负了。谁？不知道名字，是3个结丹期修士。你让人给越奸了，耻辱啊！奇耻大辱啊！谢师尊，师尊霸气侧漏，师尊威武。这是3道天雷符，乃老夫耗费数年亲自炼制，输了就自裁吧，真是没眼看。师尊，假如3天后天上会出现一只巨大无比的爪子，整个天云宗都会被一巴掌拍死，您信不信？老夫先一巴掌把你拍死！师尊，您老现在跑还来得及啊！天雷符已埋伏校尉，就等那3个丑八怪过来了。哦，这位道友身负重伤，可否需要帮助？多谢各位道友好意，家师即刻就到，不烦各位道友费心了。哈哈，方圆百里再无人迹，哪来你的师傅？本想以好人的身份和你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疏远不装了。摊牌了，我们是来嘎你腰子的。哼，斗法？傻子才和你们斗法，给我报！爽啊！大仇得报，还以为你们3个丑八怪多厉害呢。我李大帝弹指间灰飞烟灭。巨爪之威才是笼罩在心头的阴影，和这3个丑八怪较什么劲？但心里是真的爽啊！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走多远算多远。10天，这次竟然回到了10天前。10天，一个荒古森林纵然凶险万分，10天时间也足够了。不过这次出口气就够了，必须要分得清轻重缓短。不能！师尊霸气侧漏。早些怎么没想到呢？有历代先前的探索经验，自己一个人闯什么劲儿？时间线又延后了。之前是几个时辰，现在是按天计算，跨度越来越大。快了，马上就能脱离必死的循环。真是惬意，依靠百科大全几乎没受任何伤害，妖兽能避就避，元婴期也算一方大修士了。修道者们相互忌惮，也没什么太大风险。你这人族倒是好雅兴。别找了，正是本尊。我靠，这不是一只普通猴子吗？怎么会口吐人言？难道是超级大妖？猜对了，我确实是大妖，
按你们修士划分，应该是渡劫期了吧？拜见妖族前辈。不用客气，我早已度过杀戮期，对你们人族小辈完全没兴趣。那前辈为何拦下晚辈？小辈，不瞒你说，妖族修为未到一定地步的话，灵智未开，都是一帮只知吃喝拉撒的笨蛋。人族好啊，说起来那可是别有一番滋味。那荒古森林之中，人族散修倒也不少，前辈为何偏偏找我？嘿嘿，之前的人族聊天不对我的胃口，所以被我吞了。说好的过了杀戮期呢？说好的对人族没兴趣呢？果然大妖都是骗人的。百科大全里也没说这里有只猴精啊，最近几年搬来的。前辈仙乡何处？奥莱国花果山水帘洞。本尊可谓胡说，本尊称霸奥莱国1000年之久，要成千面大猴王是也。不信你去打听打听。那前辈为何前来此地？嗨，荒古森林有大秘密也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前辈，晚辈却有10万火急的要事在身，您看，不如先放我离去，待我办完事后，定当备齐花果美酒，速速回来陪您畅聊3天3夜，如何？想死的话，你可以试试。好端端逃命，遇到个这么不讲理的猴子，偏偏还是大妖，聊个7天7夜，然后巨爪下来一起死。跑了这么久，到底逃脱了巨爪的范围没有？我出生在奥莱国花果山，父亲娶了36个母猴子，我是第18个妈生的。30岁那年，我吞了所有的兄弟姐妹，独占鳌头。50岁，我吞了父亲，成为了奥莱国的猴王。300岁，我带着猴子猴孙攻进了奥莱国国都。没成想第一次吃了你们修仙者的大亏，猴群死伤惨重，我也差点身死。到了400岁时，6天6夜不吃不喝，唾沫西子都快汇成水洼了。这是猴子吗？这是个唐僧吧？纯粹的精神污染啊！打上一个文相公公。前辈听一下。有话快说。您可知道这天下间有什么妖兽的爪子特别大吗？有多大？这么大，这么大，遮天蔽日那么大。深渊有巨猿，身躯1000丈，一掌下来遮天蔽日。不，那不够大。北有炎鸾，双翅展开，可达万丈，却属遮天蔽日。不，还不够大。传闻南海有龟沉睡万年，其背可纳一国，其爪遮天蔽日。不够，此龟的全身勉强才算遮天蔽日。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如此庞大的生物？莫不是在寻我开心？前辈，你看，是这么大。最多1次，不，最多10次，我绝对有信心走过荒古森林，逃离5国。时间前所未有的宽裕，紧绷了不知多少轮回的神经稍稍放松，难得生出一点闲情逸致。师弟可是稀客呀，怎么有空来看看师兄了？师兄，师弟这次是来告别的。师弟在宗门待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想着离开？大千世界，我总得去看看。师弟是不是又听到流言蜚语了？不就是筑基常青树吗？师弟就在宗门好好修炼着，宗门还能养你1000年。师兄说笑了。哦，恭喜师弟，贺喜师弟，突破元婴期也算我宗门一大喜事了。师弟瞒得我好苦啊！师弟自知天资驽钝，一心只想着闭门苦修，不闻窗外事，更不敢以微末修为叨扰宗门。万望师兄海涵。师弟元婴修为，天下之大倒也去得，不知师弟想去何处？师兄，听说这个世界上深渊有巨猿，身躯1000丈，北有炎鸾，
双翅展开，可达万丈。南海有龟，沉睡万年，其背可纳一国。师弟想跨过荒古森林，去外边的世界看看。师弟所说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可惜师兄所事缠身，不然师兄也想如师弟这般领略这广袤天地。宗主师兄，师弟此去路途遥远，不必挂念。荒古森林更是一路荆棘，若是师弟折在里面，那也是命数至此，师兄也不必派人来寻。啊！师弟要独闯荒古森林，为何不用传送阵？宗门有座大型传送阵，直通荒古森林对面的大燕帝国，这你不知道？无双剑修李前辈横穿荒古森林数次，在大燕帝国购置此传送阵的事迹一直在宗门内被传唱，这你不知道？宗门每段时间都会通过此传送乱前往大燕帝国买卖所需物品，别告诉我这你也不知道。够啦！你可知道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沼泽腐蚀，丑八怪三人组，话痨猴子，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怎么才能平复我受伤的心灵啊？还想告知师兄全宗利用传送阵逃脱，但这几乎不可能。在没有铁一般证据的情况下，说服全宗属于痴人说妄。走吧，找到解决办法再前来救人。首先，打听巨爪究竟为何物；其次，打听对五国敌视的势力；最后，从中作梗，破坏该势力的罪恶计划。不错，计划相当完美。自己这身元婴修为在这卧虎藏龙的大燕帝国渺小如尘，但大不了死了时间回溯，一次不行10次，10次不行100次。荒古森林都爬过来了，还怕你这个小小的燕国？海口快大了，不过总归看到解决的希望，心情大好。这烹饪手法，光是溢散的灵韵与香气，便足以令人食指大动。店家，其实我钟爱吃兽爪，你可知什么妖兽的爪子大？回前辈话，妖族金背熊熊掌极大，成年期足有2丈之长，蕴含土星灵气，乃是珍品。太小，还有吗？金背熊修炼有成后，筑基期本体接近10场，熊掌要大上许多。太小，还有吗？金丹期的金背熊，还有吗？元婴期的金背熊，化神期的金背熊。前辈，只要你有灵石，渡劫期的金背熊也不是不可能啊！大城之上还有散仙，天火郡拍卖啊！大城之上竟然还有散仙，凡尘仙岛吗？而且银庚经竟然也现世了。银庚经听说是锻造界第一奇物，可吸收天地灵气，反哺修士，可抵御天劫。若无意外，此物最终必是大成尊者囊中之物，与我一个小小的元婴修士更是无关。但此物刚被发现不久，而且竟然是天火郡城外一位老农从地里刨出来的。不过别人知道了也没用，等我死上几次跑过去提前挖出来，说不定还能拿它来换点好东西。下雪了！吴国没了！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一整个吴国，刹那之间，死亡那么多次，逃跑那么多次，总算活下来了。巨掌幕后的势力，不管是10大仙门，还是传说中凡尘仙岛，哪怕在这轮回中死1000次万次，我都要将你们揪出来。巨爪已然降临，隐秘都将浮出水面。现在最好加入10大仙门打听消息，运筹帷幄，挑拨离间也更方便。此事还需一步一步来。
西方又怎么了？天地威压变强了。熟悉，太熟悉了，这正是巨爪的威压。可是为何会刹那间出现在西方？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巨爪为何会降临天火郡？东方无过，西方某处，现在的天火郡，3个相差108000里的地方，一中央内遭遇此爪，这是要灭世啊！对不起啊，巨爪大人，都怪李某年纪小，童言无忌，这仇俺不报。大成尊者在他面前，竟然依旧如同蝼蚁。刘胖子！这法阵的根基，竟是源源不断的灵力灌输。先生大义，晚辈必将尾随。云霄仙门众弟子听令，在结丹之上，随老身赴死。红道仙门众弟子何在？天降大患，岂能让云霄仙门的那个老娘们看不起？跟着道爷我杀！苍兰宗在此，流言宗在此，天剑门在此，万寿山在此。我辈修士应当为这凌云众生抛头颅洒热血，才能不负这颗修道心呐！是啊，身为修士，理应守护这方百姓平安。现如今，是时候了。其实我想跑来着，可是覆盖范围实在太广了。三兄，别了！师兄，你斗法厉害没用吧？我境界可是比你高，当然灵力也比你多得多呢。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这是必死之局吗？天火郡已经算凝聚了这个天下最顶端的战力之一了，可他竟然重新幻化而出，怎么打？拿什么打？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吧。为何要悲哀？为何要绝望？难道是因为自己太过惜命了吗？求生是每一个生物的本能，不是吗？还有希望，凡尘先导。终归是我没有经验，此前对巨爪的判断也出现了错误。巨爪是天地法相，根本不是实体，怪不得多方打听毫无消息。不过凡尘仙岛绝对有活命的机会，天火郡都能击溃一次巨爪，凡尘仙岛肯定不在话下。那可是大成无数散仙潜修的地方，就看这巨爪会落下多少次，凡尘仙岛能否顶得住这种消耗了。一定会有解的，不然穿越过来玩毛呀。凡尘仙岛那可是天下顶尖人物汇集的地方，得多准备些灵石宝物，才能打听打听这天外来物幻化的巨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宗主师兄，好久不见呀！师弟你来了。师兄，此次师弟前来呢，有一事想告知师兄。哦，师弟请讲。我在宗门内沉寂了太久，如今修为更是裹足不前。
想找个机会去看看外边的世界，望师兄允许。师弟怎么突然有这样的想法？其实资质差不是你的错，不就在筑基期卡了1000年，又浪费了宗门1000年的丹药吗？师兄供得起。外边的世界那么危险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怎么跟师父交代啊？哎呀，师弟，你可藏得真深呀！师兄，师弟也是事出有因，望师兄海涵。这1000年来，为兄对你也算了解，你是什么样的性子，师兄也是知道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想去就去吧。师兄，师弟还有一事，我想借些灵石，不多，几万也就够了。什么？你要借灵石，还几万？你当我是什么高富帅吗？不是吗？呦呦，这马屁拍的可真舒服。可是要灵石没有？我私房钱还有几百，要拿你就拿走吧，不用还了。师兄，您在宗主的位置上这么多年，没点油水可捞吗？要么您拨点宗门的款项也行啊。哼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王顺峰在宗主之位这么久，从来严格执法，严律己身。执法长老忌惮我这么久，但他几百年都没有找到我一点把柄，这是为何？你说我能做出这种事来？那您那19房姨太太，其实吧，师弟你也不能将我的私生活和宗门之事混淆视牵，对吧？不过我这里还私藏了1000灵石，要么你先拿着用。看来从师兄这儿榨不出来了，既然如此，只能倒出银庚经了。看来还是得去找师傅他们几个，狠狠宰一笔去。算了，既然如此，也就不为难师公了。麻烦您向后山的师傅和几位老前辈通报一下吧，师弟有要事商议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师傅还……师弟也就是上一次路过后山的时候，隐隐察觉到了几股气息而已，其中就有师傅。啊呸！几个老家伙一天藏什么藏，还自以为是的为了隐藏宗门实力，结果一个菜龟都感觉到了。师弟不要误会，师兄不是说你。我知道我菜，但没必要说这么明显吧，大哥，多伤人家心呀！藏，一天天的藏什么藏？早就给你们几个老不死的说过了，趁着还能活几年，多去秘境还有荒古森林探险，给宗门多寻一些资源。可你们倒好，非要扮猪吃老虎，那 N-buff5隐藏在后山有什么用？李旭一个元婴期菜狗都知道了，你们干啥吃的？一天吃宗门的，用宗门的，啥用没有？再这样，都给我把吃了宗门的吐出来！你有什么要事跟前辈们商量，现在就说吧。各位前辈，弟子幼时曾经捡到一幅羊皮卷，上面画了一幅藏宝图，本以为是他人开的玩笑，所以一直没有当回事。可最近发现竟然是传说中的银庚经，弟子不敢怠慢，便献于宗门。这羊皮卷怎么一股怪味儿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图画的真他喵像个图，确定这是藏宝图吗？果然小地方的人眼界就是不行，还好我做足了准备。师父请看，这是银庚经的介绍。师父，各位师叔，我看此地标注在天火炬，刚好宗门有天火炬的传送阵，此地又离传送阵不远，以各位师叔的实力，也就不消半日即可到达，不妨一探便知。那老夫就走一趟。师傅，切记低调啊！若是你拿着消息哄我们几个老家伙开心，那老夫便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看来银金经
是到手了。别磨坏了你赔得起。500W。市场运动了。我去，不愧是凡尘仙岛啊！真就是元婴不如狗，化身遍地走啊！什么狗拔名字？复活之后，这些身外之物如同过往云烟，哪里贵就往哪里整。天字号房不对渡劫期之下开放，地字号房起价按讯计费。10万灵石3个月，这可是师傅好几百年的积蓄啊！醉仙路，这才叫修仙人生。我说那件事绝对是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魔教那个魔女，跟10大仙门某位长老那可是某宗主一坨大病拉10斤，实你敢信？我亲眼所见。尽是些捕风捉影、荒诞不经的言论。关于巨兆，关于灭世之兆，是一点也没有涉及。照这样下去，别说3个月，就是住上3年，也没什么用。道友可愿与我拼桌共饮？我靠，这是绝品灵器，整个天元宗都没有这种级别的绝世法宝啊！这哥们来头绝对不小。多谢兄台赐酒，在下紫道仙门白长青。好家伙，紫道仙门，10大仙门之一，神师白长青果然来历不凡。在下来自5国天云宗。在下名为李迅，是一位元婴期的小修士。5国在大燕帝国南方，小小宗门不值一提。你叫李迅？不好意思，李迅此人对于10大仙门和凡尘仙岛来说非常重要，但兄台可能只是同名同姓罢了。我对刚才不礼貌的行为自罚3倍，望兄台不要介意。我去，你道歉就道歉，你喝醉仙露干嘛？那他尼玛的是我的酒呀，好贵的。哦，为何寻找此人？为何又不是我呢？我们寻找的李迅肯定是一位渡劫期乃至大成期的前辈，其他的不可说，不可说。白兄，小弟初来凡尘仙岛，对此地可谓陌生至极。你能否给小弟说道说道，这凡尘仙岛有什么势力？有多少修为高深的前辈？这你可就问对人了。这酒楼里的其他人可没我清楚，凡尘仙岛根本就没有什么势力。那些渡劫期和大成期的前辈，为了能够平安度过雷劫，前来此地相互论道，时间大于一切，谁闲得没事组建势力啊？哦，凡尘仙岛大能修士众多，据我所知，单渡劫修士至少上百了。比如我们紫道仙门的李前辈，云巅仙门的万灵前辈，还有紫月仙门的荷花仙子，都在此地常住。另外大成期前辈更多。据我所知，苍茫山逍遥真人就在此地。这位逍遥真人可是大成后期修士，据说在凡尘仙岛与另一位神秘道友论道，同渡仙劫。这凡尘仙岛这么多牛人在吗？这命肯定是保住了呀！区区巨爪，何足挂齿。没过我接他办了也是，看我逍遥大修士弹指间灰飞烟灭。兄台，我知道的目前只有这么多了。哈哈，多谢白兄，多谢白兄，你给我说的这些都已经让我受益匪浅了。只是我的宗门比较偏僻，消息闭塞，没听说过如此多的宗门和地名，以及各位前辈。我还得回去好好打听打听。你早说啊！回去打听多费劲，去万宝楼查查就好了。
那里囊括万物，有书籍，有秘文，有功方法，只要有灵石，什么都可以查到的。多谢白兄，他日我们有缘再见。这一幅是乾隆榜，记录天下古灵千年内的奇才；这一幅是夺天榜，记录天下古灵千年内的最强战力。我勒个乖乖！叶凡，老子花了1000年才突破到元婴期，人家100年化神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果然，姓叶的都不是泛泛之辈啊！我操，看见熟人了！这小子这么牛！乾隆榜第16，白长青，古灵819，化神后期，归属紫道仙门。妈耶，1000年破渡劫的节奏！萧然凭什么排第一？第1名，萧然，古灵903元婴后期，在一群化神期的排行榜里，竟然有一个元婴期，而且还是排名第1，牛，真是太牛了！一个元婴期，按着一群化神期打，一打一个不吭声。真正的越阶战斗，稳稳坐在第1位。果然，姓叶的和姓萧的都不是泛泛之物啊！原来这个世界被称为清源界，难道还有其他的世界？清源界和10大仙门之一的清源仙门同名，二者到底有什么联系？那位也来了。难道凡尘仙道知道巨爪要降临了？应该不会吧？张大掌教，你追了我半年，现在都到了凡尘仙岛的地头上了，还不肯放弃吗？你这个妖人，还我徒孙命来！你那个徒孙细皮嫩肉，甚是美味呀！住口！你这个妖人，谁不知道你贪图我徒孙身上的琉璃珠，这才杀人灭口，此仇不报，老夫有何颜面？哈哈哈！大家同为大成后期，你能奈我何？要不是此次受邀来到凡尘仙岛，我能被你这个老不死缠上？二位道友，危机在前，先放下恩怨，随我而来。我去，散仙也在这岛上，巨爪算啥？稳了稳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老夫苍茫山逍遥真人，各位道友切莫惊慌，法阵只是为了抵御外敌，不会限制尔等自由。想离开的道友，随时可以通过传送阵离开。外敌？凡尘仙岛能有什么外敌？有多厉害？哪怕是凡尘仙岛，也要搞出这么庞大的阵仗。是啊，凡尘仙岛可是有散仙坐镇的，需要开启阵法吗？尔等稍安，天变将至，此阵为护佑苍生。天机阁曾预言，清源界将有大难，而凡尘仙岛将作为主战场，是去是留，各位道友自行决定吧。逃，又能逃到哪儿去呢？整个世界都会被巨爪笼罩，若连凡尘仙岛都抵挡不住，那这方世界哪里还有生路？这里是否有一位名为李寻的道友，烦请前来岛中心一叙。又是找李寻的，身负复活之命，他们要找的会是自己吗？但无论怎样，都应该尝试一番。那个前辈，在下名为李迅。小辈，能让老夫称之为道友的，可不是元婴期哦。尴尬了，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或许真的有一位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大能。在下清源门李道人，感谢诸位道友
从天南海北前来支援凡尘仙岛，老夫在此先行谢过。哼，李道人，场面话就免了吧。若非天机子的推窜玉简送到了老夫手上，预示着此乃唯一生路。谁愿意来这鬼地方拼命？真当我等是来听你讲道的？这位道友所言极是。天机子的简讯，既然大家都已经收到，那老夫就不多加费述了。接下来给各位讲讲详细推算。天机子曾发出简讯，清源界将面临灭世之灾，而唯一解决的可能便在这凡尘仙岛。然而，最准确的说法是，凡尘仙岛和苍雷国各有活命机会。什么？怎么会出现两处？苍雷国的人怎么又有提到小苏的隐瞒？诸位稍安勿躁，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商议过的，希望大家能够聚集起来，共同破解。谁要和你们几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同流合污？早知道苍雷国同样可以应劫，老夫就不折腾这一趟了。万毒老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拯救清源界，不就是拯救你自己吗？没事，让他走吧。还有哪位道友想离去，老夫绝不阻拦。人心不齐，留下来也没用，多他几个不多，少他几个不少。我等团结一心，希望能度过这次劫难吧。那个名为李迅的道友，还是没有寻到吗？按照天机子前辈的推测，寻到此人，破劫几率可提升30%。可惜呀，可惜。希望天机子的预言夸大其词吧。来了。药落下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大成后期修士再强，也不能这么强吧？一血一剑，只用了1剑，这是大成后期，这是仙人吧？哈哈哈哈！天地大劫不过如此。许剑仙，你元气受损，这一击让老夫来吧。要是巨爪不停地幻化而出，凡尘仙岛的众人会不会活活被耗死？如果灭世之劫仅仅只有这种程度，那根本没必要聚集起来，还不如分散到各地去，逐一击溃巨爪即可。如此准备，反而让清源界各地失去了保护的力量。天机子的测算究竟是真是假？灭世之灾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不好，小心，他去哪儿了？大家加快攻击！此料只是让开了肉体厉害，好似不会法术手段。注意走位和身法，躲开他的爪子和尾巴。
哈哈，老魔子，你能来，老夫死也无憾。欧阳，你别太猖狂，待我灭了此渣，再来结束咱们几千年的恩怨。操！这鬼东西终于要伏诛了，只是可怜了王老头了，竟然被这畜生一口咬死。谁也没想到子乔的身体竟然如此强悍，我用尽毕生修为，也只是破开他的鳞甲，千刀万剐也不解我心头之恨。我道侣二人本想共度仙界，谁知是啊，徐娘是我为数不多看得起的后辈之一，飞升仙界只在朝夕之间，竟然陨落此役。结束了吗？宗主，这怪物到底是何种存在，竟然如此强大？我倒是想知道这怪物是从何而来，它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师大仙门要尽快组织人手调查这怪物的来历，以免留下后患。经此一演，师大仙门强者凋零殆尽。是啊，这清源界的格局又要重新划分了。大家都是功臣，都受伤不轻，都回宗门歇着吧。只可惜那些以命相搏的前辈和道友。目前这清源界已经被怪物幻化的巨爪毁得七七八八了，只是我以后何去何从呢？结束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拿什么去打？这就是清源县大劫吗？天机子，天机子，误我清源，误我苍生啊！从3个月到1年，这次的时间跨度可真大。不过无所谓了，不是吗？凡尘仙岛都被灭了，这个世界还有救吗？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？哼，真是可笑。以前还想揪出幕后真凶，天机子到底是何人？他究竟有什么推算？李道人临死之际喊的“天机子误我”，又是什么意思？他们
定知道些什么，否则不会不顾一切地冲向同一个目标，甚至不惜为此自相残杀。还有机会，不过凡尘仙岛还是得去一趟。东西我收下了，一路顺风。这位道友，此传送阵通往何处？道友，此传送阵通往苍雷国，法阵处于雷木崖之顶。多谢。苍雷国，南方的一座岛国而已，那里有什么独特？知识还是不够渊博。俗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但我前世可是个学斋啊，看这玩意儿可要了我老命了。整整1年，除了修仙界的基层知识更加充沛，其余的一丝线索都没有找到。来了！到底怎么了？这道是敌人火山喷发呀！会不会是10大仙门打起来了？不可能！10大仙门再强，也不可能有如此惊天动地之感。这可是相距数万里呀！师尊，你看，流星怎么倒着飞呀？那是大神通者的剑光啊！已经团灭了吗？怪物本尊要出现了，怎么这么快？他们绝对知道些什么。天机子，你坑我！李道人，天机子，你们同流合污，是要毁了我们10大仙门吧？中途师兄早跟你说过，不要听李道人的胡言乱语，你现在命丧黄泉，好惨啊！天地大劫，这就是天地大劫吗？根本不可人为啊！凡尘仙岛从此不在了，难道南方也不能避免吗？快跑啊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！怪物，是那怪物，他不会放过任何人的。李道人不是说苍雷国也可避劫吗？快，师兄潜入海底，那怪物一定不会知道海底的。可天上！傻徒儿，这个天地都被前面这个怪物所肆虐，能跑到哪里去呢？李道人，希望你说的苍雷国能够破解是真的。逃过一劫吗？我们活下来了，怪物走了。李道人撑不起我，老子就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快走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二师兄，你看那是什么？这是怪物本尊，就这个怪物毁了凡尘仙岛。李道人，你误我！
这怎么可能？此龟竟然如此巨大，它还算是生物吗？苍雷国竟然建在了巨龟的背上！老夫祖上在苍雷国扎根近千年，怎么从未听说如此离奇的传闻？哈哈哈！李道人，诚不骗我，苍雷国果然能够避开天地大劫。南海有龟，沉睡万年，其背可纳一国。一个荒古森林的老猴子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就是我苍雷国的护国神兽，此神兽应该属于清源界，那为何没有保护你们这些外来人呢？这神兽不应该是保护我们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但总归吓跑了怪物，也算一件好事。可巨龟的攻击方向根本不对呀！不，这可是空间裂缝啊！李道人，护我！怎么会这样？巨龟根本没有理会怪物，也没有在乎身上的无数生命，直接向空间裂缝逃了。不对，那不是逃。巨龟给人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是嫌这里太吵了，打扰了他，换一个地方继续沉睡。这玩毛呀！必死开局嘛！别人穿越过来都是妻妾成群，装叉打脸，开局一刀999，而我呢，他喵的！对呀，可以这样，我打时间差吗？巨爪的攻击线路是这里，然后到那里，那我可以先跑到这里。李迅，你在干什么？整个清源界被毁，就你一人还活得了多久？撑到现在吗？无解之局。吃火锅，你一个我一个，再给妹妹留一个。岳奶奶黄爸爸，别织布娘纺花，小孩闹着要雨哄哄他。谁家的小孩子不懂礼数？这后山乃前辈们的修炼之地，哪能容你如此大呼小叫？拜见先生，我父亲名唤李大山，我叫小豆子，我。罢了，采药去吧。但是记住，以后在这后山切勿大呼小叫。李师伯究竟怎么回事？这1年有余，不见其人也倒罢了，府内却是也不见动静，难道是修炼出了岔子？
我李迅在此立誓，我将全力以赴修得正果，成为那传说中千年飞升仙界的人物。怪物为何？巨龟为何？我将踩着你们的尸体，踏向这个天地的制高点。哪怕在仙界，我也将搅动风云，名震天下。哈哈哈！小小巨爪，可笑可笑。看我李大仙人，弹指间灰飞烟灭。将所有的前因后果告诉清源界大能吗？没有用，他们集合起来连个怪物的生化针都打不过，更何况本尊。唯一的生路便是飞升，在巨爪毁灭一切之前，逃离这清源界。想要飞升，一是不断拜师各大宗门，学到其核心功法且拿到资源，可这样做弊端太多。以我的资质，怎么才能加入各大仙门？就算加入了，怎么才能拿到核心功法及资源？二是去忽悠各个大人物，拿到资源和功法。可这样做依旧有弊端。以我的见识，怎么才能忽悠成功？以我的修为，怎么能让他们相信？三是完全依靠自己提升修为。可目前自己又没功法又没资源，怎么提升？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银铿精是我唯一的筹码。虽说宗门养育我多年，但本尊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这些法宝功法确实有些瞧不上眼。要修炼肯定是修炼天阶功法，但天阶功法各有不同，各有侧重，没有哪一个是面面俱到的。筑基期、金丹期、元婴期，每个阶段适应性都不一样，而且丹道也需要研究。1000年前，我的身体能否吃得消这么多灵力的功法？不行，看来阵法和药理也得加入我的研习计划当中。是。终于找到了。要不然人家能举办起天下最大的拍卖会呢，名字起得多好，天火仙阁，还带个仙字。区元婴修士也敢踏入这第3层？在下有遗物需要寄存拍卖，望阁下通报一声。小我你退下，来者皆是客。在下苟自明，是这里的执事。小兄弟可有什么宝物需要交易的，不妨呈出来。不知道这东西你们收吗？这是什么？银庚经，听说过吧？啊！我勒个乖乖，真是银庚经啊！这可是天下第2奇物，今天竟然让小爷我见到了，还要由我经手，拍卖旁的天霸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哎呀，失礼，太失礼了，道友恕罪，恕罪啊！这等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物，苟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平生仅见，一时失态，汗颜至极啊！这银庚经要价几何？兄弟我手里还有点权限，你尽管吩咐。苟道友既然这样说，那我就提出我的要求了。我的银庚经只换不卖，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天阶功法。要是10大仙门的传世功法，那更好了。以银庚经的价值，10大仙门的功法任你挑选，甚至多要几步都不足为过。只是，这天阶功法可都是他们的不传之秘，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要求，
还望道友提前有个心理准备。这些都不需要担心，只是麻烦道友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我们拍卖行就是干这事儿的。只是小兄弟，事成之后我们会抽取1成的拍卖所得，这是拍卖的规矩，得提前跟你说清楚了。我只需要10大仙门的一本核心功法，拍卖多余出来的部分归你们天火仙阁所有。妙啊！大哥，您真是我亲大哥，如此安排简直是两全其美，天作之合，甚好极了。这是记忆玉，具体内容小弟已经拟好，大哥验证一番。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留下一丝神魂，咱们这桩交易就算定下了。道友的那位侍从功法颇为深厚，小弟受教了。大哥说的是，我觉得他当个凡人更加合适。子明，这次做得不错，本尊验证过了，确实是银庚经。全赖师尊栽培，弟子不敢居功。天下第2奇物啊，怕是阁主都未曾见过。很遗憾，本尊此次插不上手了。不知为何，阁主最近忧心忡忡，老是呼唤我等，为师脱不开身。天下第2奇物啊，怕是阁主都未曾见过。暗影鬼就交给你使唤了，事成之后，你要的东西少不了你的。弟子叩谢师尊大恩，定当万死不辞，不负所托。这唧唧呜呜的感觉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学校开运动会的场景，但规模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你们争吧，越激烈越好。安静！好家伙，大成期威压果然不凡。老夫关切，承蒙诸位道友抬爱，莅临此会。咱们话不多说，第一件宝物呈上。异兽地煞碧霄鹿，此兽生于地脉煞气与碧灵霄火交汇之地，百年难遇。其脚血骨皆为炼制破煞御毒断体类顶尖法宝的稀世主材，起拍价80万灵石。10万！那你还没有怎么？我能时间回算，相对来说，时间是很区域的。以后定要花费一定时间多学学，学无止境。焚天瓶，上古遗迹中诞生。是传说船中深入太初山的必备之物。焚天瓶，什么东西？太初山是哪里？七命养魂草又是什么奇珍？各位道友应该知道焚天瓶的重要性，老夫不再多言。雇主所需要的也不是灵石，而是七命养魂草。有存货的道友就不要再藏着了，现在开始拍卖。老夫有一株。只不过存放时间过久，损坏了一片叶子，有些许灵气流失，不过药效还在，不知哪位神秘的雇主可换。天哪，这位竟然是万毒大成后期的前辈！听说这位万毒老人手段阴狠，死在他手下的仙门弟子没有几千也有几百了。是啊，万毒老人以前可是无恶不作，听说近100年来收敛了一些，不过还是躲得远远的。万一……小声点，别让他听到啊！万毒前辈，雇主明确要求了，是完好的、成熟的七命养魂草。这个，稍等片刻，我联系一下雇主。稍等，我这里有一株完好的七命养魂草，焚天瓶留给老夫吧。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，王真人。和你讲什么先来后到？况且你那草也不完整，人家愿意和你换吗？王真人想去太初山碰碰运气，小心你有命进去，没命出来。不劳费心，要是老夫出来，必然前来索你喵命。两位前辈，阁主传话，焚天瓶的拍卖结果以雇主的要求为重，还望二位前辈看在天火仙阁的面子上，平息一下怒火。那就恭喜王真人，麻烦您在拍卖会后留步，与雇主当面验货，当面交易。
那是自然。天火仙阁阁主够厉害呀，一句话摆平2位大成后期尊者。那么，开始我们最后一件物品的拍卖，那就是传说中1000年未曾现世的天下第2奇物银庚经。我勒个乖乖，看起来还真的挺值钱的。各位有所不知，这银庚经不但被称为天下第2奇物，它同时更是锻造界的第1奇物。锻造法宝时融入银庚经，可使法宝千变万化，威能大增。并且融入银庚经的法宝，可吸收天地灵气，反哺修士。当然，银庚经让天下人趋之若鹜的原因，是可以抵御一部分天劫，包括仙劫。什么？竟然有东西可以抵御仙劫？那可是成仙之路啊！多少前辈倒在仙劫之下，距离飞升仙界只有1步之遥。那谁拥有银庚经，飞升的概率不是又多了几成吗？必定只能是大成后期的囊中之物了。银庚经由一位神秘人士托付于我进行拍卖，要求是天灵解毒丹、混元结续丹各3颗，伪仙器1件，其余用灵石结算。大哥，你真是我亲大哥！我明明和天火仙阁约定银庚经换一本10大仙门功法，而现在变卦了。难道跑？哎呦！哎呀呀，这不是我亲爱的大哥吗？是你。数日不见，怎得落得如此狼狈境地？小弟甚是想念啊！你这个疯子，竟然出卖我！想不到你一副人模狗样，背地里竟是如此猪狗不如。大哥说话别这么难听，什么叫出卖？兄弟间才叫出卖。你我是兄弟吗？有交情吗？叫你一声大哥，你还真以为你是大哥了？看起来是个元婴期修士，怎么性子像个小孩子似的？你拿着重宝这么明目张胆的过来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背景，害得我提心吊胆好久。结果呢，查来查去，啥也不是，白白拖了这么久。李迅，1000年前还是凡人时，拜入5国天云宗，100年筑基，300年结丹，900年元婴，修炼天赋一塌糊涂。天云宗5国以北建门4000余年，现任宗主王顺峰元婴后期，后山潜藏6位修士，最高修为化神中期。4000年来未出现过渡劫修为以上修士，可笑可笑！这么弱的宗门，我过去都能一巴掌拍死，还请了暗影鬼跑了一趟，真是……哼，落在你们手中，命也，要杀要剐随便你们。没问出秘密就不舍得杀我，搜魂又搜不了，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想死？哪有那么容易？说，银庚经从哪里来的？要杀就杀，哪来的废话？好，嘴硬是吧？那就让你尝尝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虽说这能量刺和凡间的铁针有所区别，但扎进经脉是真疼啊，疼得我屎都快出来了。想当年红卫被王妈扎针是怎么扛住的呢？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脑子里还想这乱七八糟。哼，就这点小小的伎俩吗？老子的意志如同钢铁般坚韧，一个极难看。有点意思，那就试试。
说吧，银庚经怎么来的？半月前，我在天火区的农田里捡到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银庚经这样的宝物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捡到？你在骗我！你绝对在骗我！快说还是不说？就这么巧？怎么样，美梦破碎了，你也会急？不可能！你绝对在骗我！拜见师尊。可问出什么了？师尊，他交代了，银庚经是他在天火郡的一片田里边捡到的。就这点消息，那有何用？没有审阅出银庚经的诞生地吗？是哪片仙地还是秘境？没有，他只说是在一片田里捡到的。哼，你就这点能力，看来也没有必要继续培养你了。那片田是我的，只是什么？师尊，这小子是个贱骨头，我用尽了手段，只吐出了这点讯息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他说他的秘密，他只能告诉我，我死都不能给其他人说。连我都不能说吗？在我们面前都敢玩弄手段，找死！你杀了他，他的秘密怎么办？在本尊面前，不要妄图挣扎了，老实交代吧。小的出场后又来一个老的，蛇鼠一窝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师尊，搜他的魂，让他现出原形。你以为老夫不想？灵魂之力何其玄妙，搜魂之术需大成后期灵魂稳固之后方可施展。老夫修为不到，而且还受了内伤，强行搜魂灵魂反噬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若非如此，老夫何须以银根经换取那天灵解毒丸丹与混元结续丹？那就让阁主住口！阁主大人岂是你这小辈随意呼唤的？况且这种事情怎么能让阁主大人知道？你们这群大猩猩的，我一会儿全给你们揍成猩猩！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，真当老夫治不了你？五鬼摄魂大法！此术果然有些门道。我问你，银庚经是如何得到的？我在农田里挖到的。那你如何知道银庚经在那片田里？在酒楼喝酒，听旁人说的。他们都知道。这么多人都知道，为什么不抢先夺取？因为被人提前挖走了。谁挖走的？农民伯伯。那为何到了你手里？我挖出来的。将你获得银庚经的过程说出来。半月前我到达天火郡，我在客栈放了个假人，找到那片田，把银庚经挖了出来。你是怎么知道银庚在那片田里？我在酒楼喝酒，听人说的，他就是他。他们怎么知道银庚经在田里的？农民伯伯耕地挖出来的，后来全天下都知道的。别拦我，我要砍了他！息怒！爹，后山有个疯子！王者，师尊，李师伯他怎么突然这样了？我也不知。师弟他几乎不出洞府，是否修炼出了差错？啊！师尊，你看李师伯不经意间散发出的气息，竟然是元婴期的变动。坏就坏在这里，师弟独自修炼，没人指点，突破元婴期时，可能心魔入侵，酿成如此大祸。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走吧，我已经联系了后山的老祖，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。农民伯伯巨爪，
天的河不是我做的，天火月，天灵剑的。妖怪哪里逃？看我天神下凡斩妖除魔！师伯，别乱跑呀！周师弟，你忘了宗主叮嘱的。哎呀，多谢师兄提醒，我一着急给忘了。李师伯不知受了什么刺激，最怕别人触碰他的身体。李师伯他如今可是元婴期修为，上一位照顾他的师兄不知道，可被李师伯伤得不轻。宗主千叮咛万嘱咐护着李师伯，但是千万别触碰他。这么要紧的事，你倒是忘得干干净净。师兄教训的是，拜见宗主。你们几位辛苦了，下去吧。师弟，都怪师兄啊，护了你千年，还是没有把你护好。当年初入宗门试炼时欠你的恩情，是该还了。师妹，你来了。宗主师兄，那几位前辈怎么说？李师弟全身无病无痛，神魂也完好无损，只是他的意识不知为何异常混乱。若无其他办法，他这辈子都……李师兄常年不出洞府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？剧团，结果不是我，是帮我挂。事已至此，师妹，有些事得告知于你了。宗主师兄，你说……其实师尊没有闲事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的，天云宗在五国有几个对头，师尊他们隐藏起来，也是为了宗门好。那你为何现在道出？我走之后，你若有什么难题，便去后山求见师尊。平日里有什么事，我的亲传弟子也会帮助你。师兄，你……传说中的圣灵谷草可以医治李师弟的病症，可这圣灵谷草藏在无相秘境深处，渡劫之下，生死由天。我去之后，宗门便交盖于你了。师兄不可，你贵为一宗之主，绝不可以身犯险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还欠了李师弟的恩情呢，必须要还。师兄，我去吧。这怎么可以？你乃一介女流，修为又不如我。师兄，你忘记了曾经在宗门祠堂立过的誓言吗？我……还要继续利用银庚经前去拍卖吗？这次一定多加小心。但还是算了吧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要么去找白长青吧。白长青还算一个正直的修士，到时候我放低姿态，只求天阶功法，并且自愿拜入他的宗门，其余好处尽归他所有。这样他也不至于为一点利益，在天下修士面前坏了名声吧。可现在是3年前，3年前的白长青在哪儿呢？苍天！就他了，无论怎么样，得试上一试。晚辈五国天云宗李迅，特来拜访清源仙门。我乃清源仙门黑袍执事，有什么要事跟我说吧。大人，晚辈代表天云宗而来，身负紧要消息，需当面申报贵宗主。哦，何等紧要消息？这个连我都不能知道吗？大人恕罪，此事非同小可，非面见宗主，不敢轻言。哼。拜见宗主。你来所为何事？退下吧。是。
现在可以说了。晚辈并非有要事禀告宗主，而是有10万火急之事，必须面见李道人前辈，事关重大，万望宗主海源。你可知老祖他是什么身份？你何来这等资格？不敢隐瞒宗主大人，小子知道部分关于银庚经下落的消息。你果真知道银庚经的下落？是。好，你随我来。传令，今日此子入山之事，上下封锁，不得泄露半分。你自己进去吧，老祖在里边等你。来，小友请坐。小友说知道银庚经的消息，可否准确？小友就这样拿出来，不怕我杀人灭口？前辈说笑了，前辈高风亮节，名震清源，这点微末之物，岂能入前辈法眼？更或论为此行那宵小之事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有点意思。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吧。第一件事，晚辈斗胆，恳请前辈出手，为晚辈诛杀2人，一个大成前期，一个化神期。第一件事，诛杀关墨和苟自明。修为倒是不高，但他们与老夫素无冤仇，与清源仙门也无过节。老夫若随意出手取其性命，非但坏了10大仙门的规矩，更会玷污我清源仙门万年清虚，此事不妥。说其他要求吧。第二件事，晚辈求清源仙门核心功法。前辈，晚辈只想潜心修炼，绝无其他盗取机密的想法。若前辈不弃，晚辈愿即刻拜入清源仙门门下，为仙门效力。甚至前辈若有所虑，可在晚辈身上种下神魂禁制，晚辈绝无怨言。有意思，你可知这清源仙门核心功法有几人会吗？晚辈不知，请前辈解惑。整个清源仙门，甚至可以说放眼整个清源界，真正习得此功者为3人而已，没有多么复杂的原因，就是一脉单传罢了。老顽童，那清源仙门这么多人，修炼的是？我堂堂10大仙门之首，几十本天阶功法还是有的。好家伙！前辈，那晚辈便不奢求贵仙门的核心功法了，其他的天阶功法都可以，当然能多传授几本就更好了。我们清源仙门的核心功法，其玄妙威能赢在其他天阶功法之上，堪称半部仙品。你不想要了？刚刚还说一脉单传为3人而已，现在又问我为什么不要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别多想，我只是不想占你这小辈便宜罢了。论价值，银金经确实要多出天阶功法不少，况且我现在也看开了。多谢前辈。不用谢我，等价交换而已。只是这银庚经我确实用不上了。不瞒你说，有一劫难我估计是渡不过去了。银庚经还能算作一个人情，希望他能躲过此劫吧。晚辈李迅，再次感谢前辈传授功法。你叫李迅？碰巧吗？修为太低了。哎呦我去！不要武断的下结论，待我用天命之术探查一番。李老头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天无绝人之路、啊！大喜大喜！道友莫要慌张，大喜呀！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人称天元姬子，道友莫要惊慌，我乃木灵之体，天命之人。还未等我们寻找，你便自己前来，真是大喜之事。这灭世之劫中唯一的变数。7年前，我冥冥之中有所感应，似乎天地将有所大劫降临。于是我利用独有卦术算了一卦，10年后，也就是现在的3年后，清源界。我真是所谓的天命之人。那破解劫难的关键，一定在于时间回溯。关于时间回溯的交底，还是先静观其变吧。什么？3年后将会灭世？是的，清源界亿万生灵都将灰飞烟灭。老夫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还丝毫不信，但直到我继续说吧，我就开始寻求破解之法。可惜，可每次算到天地大劫之时，都毫无头绪，无能为力。直到某一天，我感觉到一股召唤之力，于是我便魂游天外，跟随召唤之力而去。
原来这股召唤的力量竟然来自清源界之灵。清源界之灵，这乃远古之秘。待天机子道友讲述完毕后，我为你解谢。我在那股力量的帮助下，竟然神奇的与清源界之灵建立了联系。我知道机会来了，绝对不能错过。当时我在清源界之灵力量的加持下，附上毕生修为，补了一卦，终于有了结果。但是因此我元气大损，修为尽失，变成了现在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天居子道友和我一样，想要飞升仙界，犹如喝水吃饭一样简单。可为了这清源界，必须得赌上一切。不过还好，终于你来了。这和晚辈有什么关系？你可知卦象为何？晚辈不知。只有6字真言：李迅太出深渊。两位前辈，这什么意思？晚辈完全不懂啊。我们也不懂。清源界会有一处太初山，你看你是破劫之人，根本有你所误了。不，晚辈才元婴期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再说了，不一定卦象上说的是我，也有可能那人名叫李训泰。没错，就是你。清源界之灵为引，不会错的。本来我们计划在凡尘仙岛聚集天下英豪，尝试放手一搏。现在好喽，你来了，就交给你，我们听你差遣。原来凡尘仙岛一战是这么来的，但还是有些不解。苍雷国算怎么回事？那除了放手一搏，没有其他避难的方法了吗？还有一处或许能避开，那就是苍雷国了。年少时我曾游历天下，路过苍雷国时心生感应。要知道，我修炼卜卦之术和其他大成后期尊者不同，对某些东西的感应更为灵敏。于是我放开神念，向着苍雷国内部深入探查。可这不探查不要紧，一探查仿佛灵魂在刹那间就被锁住了，一股排山倒海之威压迫着我的神魂。这种大恐怖让我的神魂好似大海中的一叶扁舟，随时会被碾碎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那时探查到的不解其万分之一，所以我和李道人道友商量，提前在那留下一些种的希望。要说还有避劫之地，那只有苍雷国了。现在，老夫为你解答何为清源界之灵。这清源界和其他世界一样不破不灭，但天地总有怜悯之心，就像这次天地大劫一样，虽说是天地大劫，但其实就是生灵的劫难。无论劫难会将这里破坏成什么样子，清源界永远存在。几千年后、几万年后，山河恢复生灵孕育，一切都会恢复原状。他原本以为这世界够大了，没成想竟然足足有3000个。这就是传说中的3000大世界，而这3000大世存界都有不是生命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。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你相信这世上有什么，相信便是有，不相信便是无了。但这天地意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源界之灵，不忍从生灵涂炭，存在怜悯之心，便也有了天机子卜卦一事。多谢前辈解惑，我明白了。那就好。清源仙门核心功法给你，我们交易继续。同时，几十本天阶功法，你要能学得过来，随你挑选。但是我清源仙门核心功法不能泄露，你修为太低，出了山门，难免遭遇强敌。为保我仙门功法，就待在这儿修炼吧。那前辈，我之前说的第一件事……你说那2个小辈，小事，举手之劳。可这2人归属天火仙阁。天火仙阁，你太小瞧老夫了。那阁主虽有2把刷子，但杀他几个徒子，他能奈我何？李寻是天命之人，那本功法说不定……道友，我这里还有一门功法，不知是否和你有缘？还有天阶功法，那最好不过了，必定和我有缘啊！天阶功法，道友眼界还是太过浅薄。这门功法被称为神阶都不为过。神阶？对，众所周知，功法有天地人3阶，但天阶之上还有仙阶功法，也是飞升仙界之后的主流功法，共分3品。可是上品仙阶功法这本被众仙称为神阶的功法是有一定特殊性的。传说中，仙界浩瀚无边，而在某一日，在混沌深处突然飘来一件神秘袈裟，同时要切了学会所写的神秘功法，必将大道永恒，万古长存。为此，仙界之人大打出手，甚至不恤同门手足之情谊。那一战打得昏天黑地，仙界破碎，最后竟然引来了妖界、魔界。之后3界大乱，血流成河，争夺功法的大能数不胜数。但是毁乱过发自一丝不能结果。于是乎，这本功法便被带上了神阶功法的名头，在仙界流传了开来，静等有缘人。刚好我这里有一本天选之人
你想试一试吗？免费的，不需要任何代价。若是你能看懂或者领悟，不要说我和清源仙门了，整个清源界都会因此受到仙界的锤炼。不看白不看呗。呵呵，免费的，不需要任何代价。难道这小子真的能看懂？No GG book， No GG book。我去，葵花宝典，道友可有所收获。那这功法你能练？我练不成。那我们能练吗？你们对自己狠点儿，还是可以练的。就麻烦你转述给我们了。以后你若有所需，我们两个老家伙万死不辞。抱歉了，前辈，恐怕不能。为何？我4级没过。现在只需要专心研习便好了。为什么御剑里的功法内容怎么记也记不住？好不容易记住了，没隔多久便又忘掉。既然混元道法最为厉害，那他就从这门入手。拜见师尊。叶凡，那个传说中百年化神的牛逼人物，肯定是李道人的亲传弟子，修习了混元道法。1年多，我连混元道法都还没读懂，这小子境界提升怎么这么快？真想亲眼见这小子，看他到底是不是地球传过来的。不错不错，不愧为天选之人。小道友，这天地大劫，你可悟出什么应对之法了？这6字真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太初真的和太初山有关系吗？前辈有什么猜测？太初山纵然危险，但老夫也去过几次，没发现什么深渊。6字真言可能还有什么其他含义吧？你好好悟悟，时间有些紧迫了。前辈不必心急，按您之前的计划，先继续实施吧。前辈，有没有什么快速提升修为的方法？比如醍醐灌顶、灵力灌输什么的？以你根基，突破化神都费劲。渡劫期什么的，想都不要想了。至于拔苗助长式的提升修为，老夫也做不到。修行本身是磨练自身的过程，想一步登天，除非你是仙人。照这么说，投机取巧还是行不通了。巨爪降临迫在眉睫，可清源界没有足以抵抗的力量，自己的能力也只有时间回溯。我已有一丝眉目，烦请前辈带我去凡尘仙岛。凡尘仙岛，传送阵想进入密室研习功法。李迅，你对不住啊，李前辈，我得抓紧时间研习功法。那6字真言我是真没参透，与其满嘴胡说，不如按照原来的剧情发展。等我成仙了，我一定。什么野番？老子要100年渡劫，1000年飞升。如今时间回溯的回溯跨度只有3年，去找李道人寻求资源倾斜的意义不大，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在这些轮回里好好的磨练自身，战力才是关键。我要3攻！先不管了，死就死吧，已经习惯了。我得好好刷级，等我当了仙人，小小巨爪，弹指间灰飞烟灭。
李师伯，您又来了。李师伯最近活跃了好多啊，以前可是从来都不出洞府的。是啊，尤其是藏经阁，他一个月能来8回。你说李师伯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？有可能，他筑基期待的久了，宗门都议论纷纷，闲话太多，刺激了他。他要不是和宗主是师兄弟关系，恐怕早被赶了出去。修仙者明明能够灵气护体，做到完美防御，为何还有那么多体修呢？体修辛苦不说，打个架还要贴脸，受那罪干嘛？果然，不同的修士在不同的时期，由于体质不一样、灵根不一样，还有其他各种原因，综合导致适应性功法也不一样。百气寒霜，火蛇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谁出来？这什么世道啊！男人都有人窥探。小小筑基期还挺警觉的嘛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你要去闯荒古森林？师兄莫要惊讶，师弟独居于洞府1000年，道行什么的都差得太多。如今终于鼓足勇气前往荒古森林历练。缺乏道行不要紧，宗门有大把的资源啊！哪怕你要学习战斗技巧，师兄也能让宗门弟子轮番上阵，都给你好好当陪练。如今时间回溯的锚点太短了，几年的时间不足以支撑自己成事，更别说破解巨爪之劫了。唯有时间线拉长，自己才有机会在巨爪之下征战。但如果一回溯就重来，太暴殄天物了。唯有冲入荒古森林是最优之解，既能拉长时间回溯的时间线，又能在生与死之间磨练自身，一举多得。天石花，花瓣艳丽，形态修长，但是有剧毒。这么腥，而且气味直逼神魂，似乎有点血眼猿猴的样子，那肯定有血蛛果的存在。不好，失策了！还是经验太少，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优势局面，突然间就转为劣势。若再无他法，不消片刻必将陷入危难之局。看来战斗还是需要法宝助阵。这些血眼猿猴皮糙肉厚，单靠秘法破防，灵力消耗巨大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怪不得大部分修士都主修法宝，要是修士自身蕴养的本命法宝，那得多厉害！那我势必要忍。这便是绝处逢生的喜悦吗？好爽！好吧，重开。这次时间跨度又这么大，从3年半直接跨到5年。如果开局就冲向荒古森林，万一身灭或者是受了重伤，那后续的时间就会白白浪费掉。距离巨闸降临还剩1年。4年半，5门小秘法全部融会贯通，我的悟性确实提高了一大截。60归元法，月伤0点，永远的神。乾隆榜第1的叶凡也就不过如此吧。我和他比什么？那玩意儿100年化神期还算是人吗？
店家这件衣服怎么卖？哟，这位道爷，您的眼光可不是一般好啊！这件衣物3000灵石。什么？你当我是什么冤大头吗？这位道爷，别看这衣物瞅起来不咋地，它可是件货真价实的法宝啊！虽不入品阶，但也有一定的防护作用。黑心老板，但灵石对我无用，喜欢就买。做的是真漂亮，黑心店家。道爷，慢走不送。这么巧，吴国修士这么多，怎么又遇到他们？好巧啊，店家，你这衣服不错，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这么巧，吴国修士这么多，怎么又遇到他们？哎，我为什么要怕他们？这次又没什么恩怨情仇。按现在的时间，是他们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们。他们实力那么强，我应该跟着去混经验啊。但是，他们心思又那么狡诈，难道我得磕几个响头，喊一声义父在上？不对，他们可都是穷凶极恶之徒。那次时间回溯时，明明跟在我后边捡尸呢。远离，还是离远点儿，越远越好。都说妖兽的内丹值钱，我还没见过呢。上次灭掉血眼猿猴，也忘了这茬儿。哎，我操！怎么天涯海角都是这3人？完了！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可恶呀！领悟了4年的秘法，还没有试验呢，就要嘎了。又是一个可怜的散修，走吧。古灵1000年，筑基后期，又是一个可怜人呐！不杀我，可怜人哦。前辈，你这招好帅呀，教教我怎么样？前辈，你们这个合击阵法到底怎么弄的呀？前辈，你这是什么法宝？前辈，你是怎么发现这大妖弱点的？前辈，我们3人同出一门，乃师兄妹。师兄，针对宗门修士下死手，对待散修却网开一面，我的猜测越来越对了。警惕心为何如此之低？不好，赤火黑圣蛟！3位前辈，激活他头顶的那只独角！我的眼睛！哎，不对，这刘大刚在2个多月后不是好好的吗？这哪里出问题？难道是因为我的出现，让剧情出现了偏移？
秘法九龙附身。多谢道友救命之恩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三位道友护我一路，这点绵薄之力不足挂齿。什么绵薄之力？救命之恩就是救命之恩。我刘大刚这条命，日后就是道友你的了。我听他俩说，你那一招什么秘法可厉害了，硬生生把那条大蛟给捆住了一瞬，要不然我们还逃不出来呢。李迅，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道友谦虚了，想不到你只有区区筑基期，实力却不容擅权。不过道友天赋异禀，经我们细细查看，只是灵力消耗巨大，没什么大碍，这才令我们三人松了一口气。在下从小气海异于常人，容纳灵气是他人的数倍，只不过突破结丹也要难于他人数倍。我见三位也义气肝胆，怎么有时也会做些谋财害命的勾当？这就要从头讲起了，但也不繁琐。我们三人乃同门师兄弟，拜师于一个小小宗门，可是那些大宗门一直争斗不休，偏偏要连累上我们，要资源给资源，要人给人，最后实在负担不起，师尊便和他们起了争执，最终落了一个灭门惨祸。几百名同门兄弟一夜之间皆是惨死敌手，我们三人将好在外，但也从此变成了散修，无依无靠。我们因此对这些大宗门恨之入骨。散修难啊，杀人越货，一是报仇雪恨，二是夺取一些修炼资源，大概就是这些了。至于道友如何看待我们，但随你意，是去是留也随道友。有时候像朋友，有时候更像师徒，说不出来的奇妙。你们有什么遗憾吗？我当然有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怪自己当年修为太低，没有杀了那群高阶宗门的狗贼，为师尊和师兄弟们报仇。我的遗憾是，我娘下辈子别把我生得如此五大三粗了。师姐别妄自菲薄，五大三粗有什么不好？能打能扛，打起架来多勇猛，好多老爷们儿也不见得做到。净是满口胡言，滚一边去！老大，你有什么遗憾？快点说啊！我家伙什么五个多狗子，你要什么拿过这个就。哎呀，李道友，你有什么遗憾？我遗憾的是，当初没有好好学习，穿越到这鬼地方。穿越是什么意思啊？仙界路远，有缘再见。李道友，你要走了吗？这好端端的，不是我要走了，是我们都要走了。你还好不走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来自天机阁，师承天机子。天机阁乃大燕帝国顶尖宗门，算尽天下事。他们没有一丝怀疑，一起经历过这么多，我确实没有理由骗他们。既然如此，有什么想做的，就去做吧，千万别留下遗憾，千万别留下遗憾。李道友，你拉我做什么？这最后的时间，让我们师兄弟待在一起啊！嘘，你瞧。我的天，老大竟然
没想到啊，实属没想到。李道友，你怎么看出来了？俺怎么不晓得？就你那脑子，你们再待个几百年也看不出来。师妹，其实我喜欢你好久了。师兄，想不到我长这个样子。师妹，别说了，你人好，心思细腻，你惦记我，我知道的。李道友说的对，我不想留下什么遗憾。倘若明日真的大劫降临，今夜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我死也无憾。师兄，你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？说实话，我第一次有点讨厌这个能力。好不容易建立的情谊，因此烟消云散，又要重新开始。我如今也不是当初那个一无所知的小白了，毒气、雾瘴、石鹿一般的妖兽，食人的植物，时间竟被我造不成威胁。打得过就验证秘法，打不过当然转头就跑。有时间回溯的本领，但没有受虐的倾向。渡劫期妖兽不是我想探查就能找到的，只能静等它主动现身。等也是一种修炼。你这人族好生奇怪，本尊观察你好几日了，一个筑基小小的修士敢待在这地方，有何目的？终于等到前辈您了。在下李迅，来自天机阁，有要事前来拜访妖族大德。你的师尊是？家师天机子。如何才能证明？果然师尊所言不假。你出身在奥莱国花果山，父亲娶了36个母猴子，你是第18个妈生的。30岁，你吃了所有的兄弟姐妹；50岁成为了奥莱国的猴王；300岁，你攻进了奥莱国国都，没成想吃了大亏，猴群死伤惨重。这些都能查出来？那你一夜之间7个母猴子，这是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吗？贤侄，请坐，请坐。你看，当年你非要讲，还逼着我听，你看这，怪我喽？这可是天机阁呀，别说拜入他们宗门了，就算扯上一丝关系也是极好的。到时候奥莱国算什么？不知天机子前辈有何事情需要小妖作为？前辈，并无什么大事，只是师尊委托我前来询问您几个问题。我天机阁推算之力横断万古，但有些事情牵扯太大，尤其涉及到远古隐秘和大凶之物，推算起来天地干扰，有些勉强，甚至可能引起自身反噬。所以，不如请知道内情的人直接解答来得快。那烦请前辈叨唠叨唠南海远古陈规之事。道友容我解释一番，神规之事还要从小妖的身份讲述。小妖我另属龙元一族，也算是猿类的贵族了。小妖不才，乃是紫脉龙元一族成员，也算是贵族中的贵族了。紫脉龙元，这老猴子的血脉这么强大。而我们这种血脉高贵的妖族有一项特殊本领，那就是传承技艺。传承技艺？是的，传承技艺。我族先辈会将一些重要功法、秘术以及个别重要信息通过血脉遗传下去，同时也防止被心有所恶之人偷取。这些事情，天机子前辈肯定知晓，小妖也就不多加背述了。你倒是说呀，天机子知道，我又不知道。大约在10万年前，清源界发生了一场旷世大战，人族对战妖族，那一场战斗可谓血流成河，天地悲鸣，惨烈无比。老友，你可不要以现在的眼界去判断10万年前，当时可是仙人随处陨落，妖王遍地横尸。仙人、妖王，具体原因小妖也不知，传承技艺就留下这些片段。
反正那一战打的是天昏地暗，清源界都要抖上3抖。当时人族、妖族2大族群的至强者一路杀到了南海，也就在南海，变故突然发生了。他们绝不敢招惹老龟，于是先暂时放下仇怨，准备撤离此地。可谁知老龟根本不给他们机会，一声震天长啸突然吼出，顿时天崩地裂，空间破碎，无数仙人和妖王当场毙命，尸体一个一个从天空中掉落。很难想象，强如仙人和妖王这种至强者，也挡不住老龟的一声狞笑。这老龟到底是什么恐怖的生物？当时仙和妖的主要战场就在南海，而我妖族集中了更多的至强者，准备坑你们人族一波大的。结果那一吼几乎毁掉了我们妖族所有的至强者，也彻底改变了大战的结局，也奠定了你们人族胜利的基础。呵呵，我以前是不信命的，自从接受了传承记忆，经历过很多事以后，才发现人定不如天算。有时候命里有就是有，没有也无需强求。从那以后，虽然仙妖大战还在继续，但基本格局已经定下。妖族至强者和妖王没撑过几年，便近乎全灭，而仙人们也开始逐渐飞升仙界，不见了消息。老龟自从那日以后，也彻底不见了踪影。当时由于老龟一吼，南海山崩地裂，地貌变化太大，出现了众多岛屿和陆地，没人清楚老龟去了哪里，也就便有了他还藏身在南海的传闻。嘿嘿，道友，故事已经讲完了，您看天机子前辈那里还有什么疑问？再无他事，多谢前辈指教，晚辈必然将这些话语原封不动地转述给师尊。不愧是天机阁出来的，小小筑基期，眼界如此宽广，未来必定人中龙凤。前辈，你已经渡劫期了，这天下之大何处都可去，为什么待在荒古森林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？罢了罢了，反正令师想要知道，付出点代价还是可以卜算出来的。小妖不如开诚布公罢了。这荒古森林有大秘，起源也是当年的仙妖大战。据说仙妖大战后，妖族一败涂地，而仙人们也没有对妖族斩草除根，毕竟妖族大势已去，留下些小妖反而有助于人族历练。但是妖族残存的妖王们心有不甘，便将大战后阵亡的尸体和传承埋葬在某地，也就是现在的荒古森林。这些传承和宝物对于妖王来说不过尔尔，可是对于如今的妖族来说呢，就好像人族一般，那可是仙人，甚至是仙人之上的存在，遗留的传承和宝物啊，谁能不心动？小妖在此寻找多年，不怕道友笑话，至今也没能找寻到传承之地的入口。道友不必猜测，妖族传承需要妖族顶尖血脉才可以继承，人族拿来也是无用。况且天机子前辈是可以随时飞升仙界的大能，看不上我们妖族这3瓜2枣。再加上天机子前辈共情万物生灵，也不至于灭了我妖族道统。天机子这种人物，若飞升仙界，早已展露锋芒。他留在清源界和李道人一样，有自己独特的原因。妖族的事，他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咋样？俺老猴子这波忠心表的咋样？天之子，你快算一卦吧，这个委婉而到位的马屁拍得响不响？妖族竟然还有传承之地这种地方，哎呀，晚辈还是见识谦薄。若是前辈有朝一日能够找到入口，那一定要通知晚辈。妖族传承之地也是妖王前辈们的埋葬之地，晚辈一定要远远的拜上一拜。这个小兔崽子，师门尊贵也就罢了，心思也是极为缜密，未来是个人物。要是这传承之地，人族也能进去分一杯羹就好了。晚辈定要参与参与，看看传说中的妖王身姿。哼，你们人族有太出深渊，跑来这地方凑什么热闹？前辈，你说太出深渊？
啊，是啊，太初深渊，就是现在的太初山呢。道友不知道，太初山就是太初深渊，一座山和一个深渊只都有太初二字，到底有什么联系？太初山下压的自然是太初深渊，我还以为天机子前辈知道呢。天机子他知道个屁呀！为了卜算，他都已经变成人不人鬼不鬼了。他要是知道，不早就告诉我了吗？还让我猜那么久。